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陈婉慧委员、叶庆元律师、王宏伟委员、唐湘龙先生。好，伊朗大家都很急的要讨论柯文哲，我们先谈伊朗还是蛮重要，这个跟全世界有关伊朗说没有谈判，但是我们在审阅美国停战的提案，伊朗一直说没有谈判，因为谈判是要双方这么坐下来谈了。你案子给我，你15点来我看看我说我在看，而且停火条件还扩到黎巴嫩，还不能支持什么真主党其他这些他的这个算是外围了，或是同盟。那伊朗也开了5个条件，说你要全部达成才会停止而且说美国的15个条件过分，忽视现实那伊朗的5个条件原来3个，现在变5个了停止侵略跟暗杀，一直暗杀我们第二个呢，确保不会再发生战争，伊朗损害赔偿，结束所有领域以及包括中东等等反抗团体的战争。另外呢，国际社会必须要承认，保障荷姆兹海峡是伊朗永远的合法权利不能说到时候你美国什么要共管什么，没有这事情是我的然后呢，这个伊朗军方否认没有跟美国谈，而且美国开的空头支票已经结束了，他开的支票从来不会兑现。说川普呢是自己跟自己谈判，把失败当协议我们跟他谈什么？他自己跟自己谈那川普的洋撒这15点，哇，那更多了就不必细看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美国主要是给你5天，但是呢，他跟以色列现在暂时不去猎杀伊朗人，猎杀哪2个呢？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奇。他其他都被他杀的差不多了，这2个是最近比较活跃讲话的说呢，先5天之内不杀你们伊朗说条件太苛，我们认为条件可以的时候满足，战争会结束，不是你讲你们这太苛刻了川普一直讲说伊朗正在跟我们谈判，那伊朗一直说没有，川普说因为伊朗的谈判代表担心自己家人被杀害不敢承认，那你讲什么呢？那你说害他被杀害吗？你一方面说这2个我们现在不杀他国会议长、外交不杀，这2个5天这里不杀来谈，一方面又说他们不承认，虽然怕家人被杀，因为他们都跟我们在谈。你说川普这嘴巴是不是大？如果真的话，这些人怎么怕不怕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说，把握倒数48小时，因为川普好像要停火，赶快去炸，能杀多少就杀多少，能炸多少就炸多少。在这个时候，刚好内塔尼亚胡的太太跟儿子都在国外，所以呢，以色列舆论也炸锅了。当然，内塔尼亚太太说，因为川普的太太举办一个什么活动去参加等，这时候他儿子呢是还没有打以前就跑了，所以这什么意思你们就先跑了，然后呢留我们在国内要征40万的兵后备部队，然后我们也可能也被炸了那今天又传这个消息说，美军的 FA-18F 被打下来了。美国是否认了，另外伊朗说对林肯号航空母舰也打了到现在为止呢，美军损失了1架 F-35战机、3架 F-15攻击鹰、6架加油机、12架死神无人机、1架 UH-60直升机。那今天说有没有 F-18？美国就是假的，伊朗说是真的然后呢，伊朗说打了你林肯号，美国说他发了101枚飞弹都被我们击落了那伊朗说没有，有打到的是呢，伊朗说是因为我们打了以后，那个林肯号吓得跑了并不是呢这个拦截了我们。然后呢，大陆媒体说 F-35被伊朗打中，成了第1例的战水，但是美国说呢，我们没有战损，我们是安全降落，因为它是隐形战机所以到底隐形战机是不是真的隐形，蛮重要的那另外呢，这个为了这个防止对伊朗谈判破局，川普征兵中东，征7000个，包括海军陆战队，包括空降部队说第一个要用地面部队威胁航运来这个排除，第二个扫除荷姆兹海峡水雷，第三个海军护送军舰。我们看一下。
اسم شکستتان را توافق نگذارید. کسی هم شما با کسی مثل شما کنار نخواهد آمد.慷慨激昂，伊斯兰革命卫队拒绝美国15点中战计划。伊朗还扬言攻击红海航运。另外，美方情报评估，伊朗已强化掌控90%石油出口的哈格岛防御，反制美国可能的地面入侵。But if Iran fails to accept the reality of the current moment, President Trump will ensure they are hit harder than they have ever been hit before.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bluff, and he is prepared to unleash hell. 伊朗自提停战5条件，要求停止侵略暗杀，确保不对伊朗重启战争，保证战争损害赔偿，在所有战线与地区结束战争。国际社会承认并保障伊朗对荷姆兹海峡行使管辖权。And they are negotiating, by the way,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but they're afraid to say it. Because they figure they'll be killed by their own people. 川普一句话点出伊朗不同权力体系之争。不过，此时伊朗新上任的国安首长佐加德曾任革命卫队指挥官，是更激进人物。美伊战火将满1个月，如何止战？美伊各有主张。那香龙你怎么看？战争要打多久？看起来还会持续蛮长时间，很长。但是川普不是要到大陆去吗？他们说这之前会停啊。对，当然川普现在自己又公告了他要到大陆访问的时间，那距离现在呢大概还有一个半月。但是以伊朗提出来5个条件，那五个条件是确定，因为那个是透过伊朗的官方的通讯社用读稿的方式，那明确表达。但是那5个条件，第一个美国不可能接受，那个基本上面就等于是要美国认输，要美国退出中东，要重建呢中东的战后秩序，同时呢要美国公开承认呢以后荷姆兹海峡呢就是由伊朗管。那这些的条件，美国或者以色列都不可能接受。但是从谈判理论的基本的观念来看，那任何释放出要谈判的那一方，都是在战略上面居弱势的一方。所以今天不管在战场实际上面的军事行动，伊朗呢一定是受很大的伤害。美国跟以色列在这军事的技术上面来讲呢，仍然有决定性的优势。虽然伊朗不断的释放出呢，他对美国造成了一些的战损。但是所有移动目标的战损到现在为止，因为伊朗都没有公布任何的残骸照片。譬如说去年的5月7号，那你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空战，那个空战因为有很明确的战损的痕迹，被击落的战机的残骸编号码呢都非常的清楚，只要是没有编号的印度都不承认。但是只要有编号的印度就闭嘴，那有战损的就好办事。那伊朗虽然公布了一些的影像，那些的影像包括今天谈到的 F-18，那它有可能呢有击中，但是因为伊朗现在呢堪用的防空系统呢属于呢轻型的防空武器，对付无人机大概可以，但是要对付呢像这种的重战机 F-18是重战机，或者 F-35本身呢是抗炸能力很强的战机，这种的战机呢可能有受伤，所以伊朗跟美国可能都没有说谎，它有击中。有破片，可能有伤害，但是呢，并没有造成击毁，所以呢，击中，但是呢，仍然呢存活下来。可是伊朗在这2天的时间，因为川普主动的说了，他们拦截了伊朗打向了林肯号的101发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导弹，这个呢是有含义。它的重点不在于击中，而是伊朗始终知道林肯号在哪里。这一点呢是重要的，就是我知道你在哪里，不管你在水面上印度洋怎么移动，我都知道你在哪里。我虽然没有打中你，但是只要我知道你在哪里，就表示第一个我本身呢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去监控你。那这种呢必须要有卫星的探测的影像，这个呢背后呢一定有人在支持他。那伊朗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他所表现出来战斗力跟战斗性是维持的。美国呢其实无非只是
是不断的呢在自圆其说，就是今天我已经赢了，我已经大赢了，但是他在告诉你说，可是伊朗不知道你已经输了。这个很奇怪，就是他在告诉伊朗说，其实你已经输了，你不知道吗？但伊朗虽然知道被打得很惨，可是我说当有几个条件没有出现，你注意到，伊朗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社会动乱。没有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啦、抢购物资，没有出现战前的时候，伊朗都还经常会有示威游行。可是呢，战争发生了之后，伊朗人空前团结，没有任何反政府的游行活动，这个是骗不了人的。这不管是影像或者是 CNN， 他们现在都还在德黑兰里面，各国的大使馆都还在德黑兰里面。第三个是伊朗没有出现逃亡潮。你看到中东的所有的战争一发生的第一时间，乃至于乌克兰呢，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手的第一个礼拜，你看到所有的有钱人都上飞机都往外逃。伊朗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难民潮，这些特征显示伊朗本身它有足够的心理条件呢，准备长期抗战。所以只要伊朗要继续打下去，美国要让伊朗低头的难度很高的。就是美国说我赢了啦，伊朗说我没输了，大概就这样子。那现在就这么僵持在这里。来，黄薇。我觉得这场战争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争，因为全世界都已经受害。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所显现出来就是川普的焦头烂额，因为他自己反复，一下子之前说打4周，那现在已经到4周了，现在说可能到6个礼拜那或者是说他之前48小时他就要开始打他的这个发电设施，然后又说我延后5天，那现在又讲说其实伊朗在跟我们做和平的谈判，但是伊朗呢又没有承认这件事情，那一下子说呢他要把这些他这些首脑通通来做斩首，现在说我们暂时不用先斩首了。那他们现在也都很害怕，等等之类。他讲话反复，当然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也因此而这样子高高低低的波动。那现在外界就开始在猜测，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消息，就是呢，他要在这个5月14号、5月15号，然后访问中国，所以大半一片人都认为说，那你起码在访问中国之前，你应该把这场战事抵定，否则的话，因为他自己讲说，打仗我不能出去啊，我要完全随时要操控这场战事啊。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他还在打仗当中，他要去跟中国谈，他就基于劣势，那可能对川普来讲，他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所以现在变成外界有一些猜测，会不会在起码在5月中之前可以结束？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他不管是派了包含登陆舰什么或者是很多的就是可能会采取这个地面部队等等。那看起来他也有可能采取直接这个登陆，用地面部队的方式，所以虚实大家不清楚。那我觉得这一场的这个到底会不会很快的结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刚才说，因为现在这个影响实在太大了，最主要现在荷姆兹海峡真的是被严格的封锁中。过去我们曾经谈到这个两伊战争两伊战争有没有封锁荷姆兹海峡？也有。但是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封锁，大概是它平均的量，大概影响20%到50%。现在不一样，所以我们原来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油价、石油不够天然气桶装网是会不会涨？可是最近在台湾已经活生生上演什么呢？因为这些石化它的上游出现了缺货，下游的部分现在开始上演的就是塑胶袋之乱包含一些在这个尤其一些这个小餐厅，或者是连面包店都说我现在这个塑胶袋都在涨或者是市场也在担心。那我们今天这2天呢，经过我们立法院的质询，现在确认一件事情，也就是现在所有医院的医材确实出现了，现在开始呢就是缺货的状况。好，你想想看，这个塑胶的这个原料的产品，包含血袋。还有你那个生理食盐水的袋子，还有那个医疗的手套甚至什么纸尿布等等，因为这些石化的产品它实在运用的实在太多。那另外像建材的部分，现在有说连那个水管PC 的水管也通通都在缺货，所以这一场战争如果继续延续的话，
真的全世界都会付出非常非常高昂的代价。那这也就是说，大家一直在赌，那么川普会不会 tackle？ 因为首当其冲的是美国油价现在正在飙涨中。现在连那个沥青都不够嘛，所以公共工程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哈。所以到底什么时候会？其实川普随便讲说我们赢了，我们现在停了也就停了。其实就是他一句话哦，反正什么叫赢，什么叫输哦，就是看他到底要怎么，到底压力有多大。那他的国内的主要是要国内内政物价到底压力有多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美军现在派地面部队是要把这个哈格岛拿下来，但是伊朗呢，这是伊朗的石油命脉哈，90%的石油都从这边输出的，所以伊朗已经在哈格岛部署肩射飞弹，就是你帮我基地都炸没关系，我一个人只要我人不死，人拿了鸡蛋还可以炸你啊，还可以射你哈，地雷到处埋地雷，铺满了这个地雷飞弹、地雷阵、飞弹阵，所以呢，美军如果来强制要躲这个岛，恐怕会陷入血战啊。那另外呢，美国又说了哈，说伊朗呢超过60%的军火生产线都被毁了，奇怪，川普上次不是说只剩下5%了吗？说飞弹已经炸到他无人机除了他95%，但怎么现在还有4%呢？60%被毁，那还有4%可以生产呢、而且呢，海军的大型船舰92%都遭破坏，上次说已经全被他毁了哈。虽然每天讲来讲去，西方情资说美国跟以色列一开打伊朗之后，俄罗斯就开始运送无人机到伊朗，俄罗斯送无人机，他现在无人机都是这个2行程的。我们像我们的摩托车有2行程、4行程，2行程比较简单，很便宜就可以做好，而且又快啊，还可以飞2000公里啊。那另外呢，川普现在骂德黑兰好像得了癌症哦，我们一开打就没有选择了哦，说伊朗就是想谈判，伊朗就说我就没有要谈判。那川普表面说伊朗想谈判，私下已经跟他的助理顾问说赶快结束吧，赶快结束吧。哦，我们当时4到6个礼拜，如果4个礼拜结束，我们也不丢脸哦。而且我们说我们赢了，好，就杀掉他们那么多人了。哦，那西班牙总理，西班牙这次不太配合。西班牙总理说呢，中东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比2003年伊拉克战争更严重。哦，他说呢，当时美国2003年打伊拉克，不但没有达成目标，让人民生活更苦哦。那另外呢，白宫说4到6周结束。所以呢，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川习会，川普说我很期待哦。我们当时讲4到6周嘛。那《纽约时报》说，那美国到中东、印太转向，把印太的比如韩国的、南韩的萨德系统2个系统都走了，怎么反正都在琉球的2200个陆战队也调走了，所以呢，印太转向。所以《纽约时报》说，北京评估，你继续打吧，对他是有利的啊。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说，川普现在内外交迫，哦，那就算结束伊朗战争，但是还没谈好啊，谈判还卡关啊，哦，所以结束那又怎样呢？哦，然后现在最严重一件事，在佛罗里达，昨天美国这是州的众议员，不是国会了，不是国会的众议员到11月才选，他每一个州在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选举，那在川普的那个海湖庄园，就是一向是共和党大赢的地方。这次共和党输了，哦，民主党派了一个叫做格雷戈里 （Gregory） 啊，51只多700多票，因为他小选区，但是用51.1比共和党的候选人48.9多了2%，啊，其实不到2%，他不2%啊，2.2%啊，多了2.2%，700多票，结果民主党赢，以前都是共和党赢，所以大家认为在川普的家乡都翻盘了。哦，这些他家乡本来是很支持川普的，也是共和党的铁卫，就居然都输了。看一下，美军实施怒火行动第4周，美国中央司令部持续发布打击伊朗目标的作战影片。We've now destroyed 92% of the Iranian Navy's largest vessels. Iran's drone and missile launch rates are down by more than 9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不仅炫耀战机，还发文澄清，没有任何美军战机被伊朗击落。伊朗声称锁定美军航舰林肯号，并发射101枚飞弹，逼迫林肯号改变方位。100 missiles going 2,000 miles an hour were coming at this element of importance, tremendous power and importance.
And of the 100 missiles coming at us, 100 missiles were immediately shot down, shot out of the air. 而因美英战火被推迟的川习会，川普重新定下新时程，敲定在5月中访问北京。President Trump's meeting and a long-awaited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n China will now take place in Beijing on May 14th and 15th. 今年底，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计划回访华府，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战事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前结束吗？ As I've said, we've always estimated approximately 4 to 6 weeks, so you could do the math on that. 不过，川普说，短期内必须做的就是去除癌症，而这个癌症就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来，晚会。我觉得这次这个川普他可能真的是踢到铁板，也超出他自己的预期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他最近也开始讲，就是说，他会开始打这个伊朗。其实他也是有问过这个赫格塞斯的哦，还有咨询过军方哦。这有一点就是那个甩锅的意味出来哦。那渐渐的哦，其实他这一次打伊朗，因为没有办法像这个委内瑞拉那样，就是很快速的结束。那这一打呢，又被这个伊朗掐住这个赫姆兹海峡，哦，大家的这个经济啊、能源啊，全部都全球有感哦。什么叫全球有感？先讲他国内的有感好了。最近他们国内有做一份民调哦，当时在他刚这个选上那个时候，2024年底的时候哦，其实大家都期待川普的这个上任可以带来他们自己本人的这个财务可以变好。当时大概有44%的认同，最近一次问哦，这个3月份问已经降到18%，好，所以就我觉得它国内的这个油价也当然因为还有它的相关的经济都受到相关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已经也会让他们的美国人觉得有一些能源这个部分受到相关的影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们自己不是有炼油厂嘛？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消息，就是德州他们自己德州的炼油厂也爆炸，所以呢，在整个供应量上的一个不足，其实也让他美国内部有感哦。那另外要来讲，就是大家前面其实也都讨论很多，他这一次的这个战争里面哦，其实为什么全球特别有感？大家刚刚宏威也提了非常多，不是只有石油、天然气，好，包含相关的这个产业。我昨天到地方上去进行一个公益活动哦，连地方上卖这个肥料的这个代理商都在跟我 complain， 好，他说他现在都直接提供农粮署的电话，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春耕大家知道吗？春耕的时候，大家非常需要肥料，各式各样的肥料，比如说要用高丽菜，要用尿素啊，这些都跟天然气的制造是有相关的哈，所以呢。但是我回去查了一下农委会哦，他说供应无虞哦，他说供应无虞。但是什么叫做供应无虞？他把1个月的量分成3个月给你，当然他觉得他都有在供应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春耕就是现在开始。所以川普的他跟伊朗之间这一次的战争，我认为还是他现在这个美女发言人已经讲了嘛，就改到5月14、15号。我想大家预期上面会在这个时间上，可能在他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之前，也会有一个停止。为什么？因为中国本身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这个中国的40%的油是来自于中东，他现在有很多的货船还卡在外面这样子。那这个一船一船，但也回不了去中国，就停在那个外面这边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中国内部也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影响。所以如果川普要去跟习近平见面，那这个部分没有先有一个停止，他要跟中国要东西要怎么要嘛？所以我觉得预期啦，5月14、15，虽然川普变来变去，但是呢，他跟习近平见面之前，他非常的这个关注中国的一个动向跟这个需求嘛，好，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会做一个调整。休息一下再回来。